哇塞，反了你！有刚猛然后俊的这个。KO！ 大家快看，中国搏击界又涌现出了一匹实力强劲的黑马徐衍。每次面对来华踢馆的日本选手，他都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以至于吓得日本选手都不敢再来华挑战了。这反倒让他有些不爽。为了能尽情地暴揍日本选手以打过瘾，他索性直接买机票飞往日本，一晚上连续暴揍并 KO 了3名日本顶级选手，彻底成为了日本拳坛的噩梦，更成为了日本拳迷眼中的中国大魔王。凡是提到他的名字，都会让许多日本选手吓得浑身发颤。徐衍正是中国国内早期的抗日奇侠，能够打穿日本拳坛，足见他实力非凡。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可谓令人瞠目结舌，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一批赴日挑战的猛将，在国际擂台上有着极高的地位。管你是日本踢拳冠军还是格斗王者，最后的下场无一不是被打得惨不忍睹。只要有徐衍的比赛，日本赛事方都会安排比平时多1倍的医护人员，就是担心自家选手被当场打废。那么现在，请大家跟随小编的视角，一同来回顾一下徐衍暴揍日本选手最为过瘾的几场比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徐衍面对的日本选手，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他便是日本的踢拳王者长岛雄一郎。他曾与邱建良、武僧一龙等诸多中国选手都有过交手，实力方面毋庸置疑。长岛雄一郎之所以出名，还跟他每次出场时的风格有很大关系。他每次都喜欢穿着女生的衣服上场，所以被中国拳迷戏称为日本伪娘。不过徐衍可没打算跟他嬉笑打闹，既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那就必然要让他付出代价。那么在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红色拳套的是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蓝色拳套的则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徐衍。这是一场在日本举办的比赛，所以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开局便主动出击。然而徐衍也不甘示弱，两人在内围上甚至连试探都懒得做。作为拼打型选手的徐衍更是抓住机会，3拳2脚就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这一幕让台下看比赛的日本观众都看傻眼了。起身之后更是想趁热打铁，在日本选手还没站稳时就直接冲了上去，抡起自己的重拳，瞄准对方就是一顿猛砸。而且徐衍每次出手威力都十分巨大，可谓拳拳到肉。这一幕更是把台下的日本拳迷给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家的日本踢拳冠军竟然会被中国选手打成这样。日本选手察觉到徐衍的厉害，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能慌忙后退。不过在这过程中却把自己的重心给弄丢了。徐衍也是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再次送他一次读秒。裁判也是眼疾手快，知道这场比赛再打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果断地将比赛叫停，并且宣布徐衍成功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자, 1라운드 초반에 2번의 다운을 연속으로 허용을 하면서 승리는 쉬야되기로 하고맙니다. 나가시마 유이치로. 자, 이거 뒤져갖고 마는군요. 그렇습니다. 알버트 크라우스에게 당했던 패배는 그렇다 쳐도 슈얀이라는 김세기 선수가 역시 잘해서 이긴 선수라고 강한 선수라고 말씀을 드렸습니다만 네. 그래도 월드맥스 챔피언급의 강자는 아니거든요. 最终，咱们的中国选手徐衍也是仅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就将这场准备了半年之久的比赛轻松拿下。日本选手可以说连热身都还没完成，就直接被 KO 终结了。同时，徐衍的这场比赛也让他在中国拳坛的地位再度提升。毕竟这可是在日本打的比赛，能够在对方家门口以这样的方式赢下比赛，对咱们中国选手的士气有着极大的提升。경기를 일방적으로 상대에게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2场比赛。徐衍在日本拿下长岛雄一郎之后，人气在日本也是迅速上升，同时他也被很多日本选手所关注，大家都希望能在徐衍人气最高的时候击败他。首当其冲的这位名叫小岛良太的日本选手，他和长岛雄一郎是非常好的朋友，此次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徐衍人气最高的时候打败他，并且为长岛雄一郎复仇。不过徐衍面对如此狂妄的日本选手，自然不会给他什么机会，甚至赛前这位日本选手还曾私下找到徐衍，威胁徐衍最好晚上别出门。看来他对自己十分自信，那么徐衍在擂台上就更不能对他有任何手下留情了。咱们也不多废话，直接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红色拳套的这位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徐衍，对手则是日本选手小岛良太。大家都知道，徐衍为了打败日本选手，甚至飞往日本发起挑战。这一次日本选手竟然自己主动送上门来，那今天这场比赛就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中国功夫的霸道之处。因为徐衍也知道，不把这种日本选手好好在床上躺上几个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日本狂人来华踢馆。很多徐衍的支持者。哎呀，太快了，太快了！这个比赛太快了，太快了！
徐岩刚刚的几个反击确实非常的准，确实非常准。我觉得只要是从盛华俱乐部出来的选手，不管是刘威还是康恩还是徐岩，都秉承了那种刚猛然后迅速的特点。这是其实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号称要为长岛雄一郎复仇的日本选手，竟然连1分钟都没有坚持到，就被徐岩给 KO 终结了。这个速度甚至比之前的一场比赛还要快很多，这就是典型的不自量力。你能看到日本选手趴在咱们的擂台上呼呼大睡，可以说是睡得十分香甜。这一幕也是让咱们台下的中国拳迷瞬间沸腾起来，因为徐岩的表现更意味着咱们中国拳击在世界擂台上的地位再次上升了一个档次。这是一场典型的徐岩式的胜利啊！那么看到日本选手在受到重击之后，28岁还是当打之年。紧跟着徐岩，感觉打日本选手不过瘾，果断再次飞往日本。这次日本赛事方更加重视，果然派出了磨砂豆的徒弟山本优弥，此人实力可是不一般，要比前面2位选手都要强上很多。因为他是日本踢拳大魔王磨砂豆的徒弟，从小就跟着磨砂豆进行训练。徐岩再次来日本发起挑战，可以说是让半个日本拳坛都为之恐惧，甚至很多选手都不敢上前迎战。磨砂豆见此状况，更是派出自己的徒弟，因为这场比赛也是他一举成名的最佳时机。如果说徐岩被他打败，那这个日本选手就会成为日本的护国大将军。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镜头一转，我们也是直接来到比赛现场。可以说，这位日本选手也是实力非常不一般，与前面2位选手相比，甚至不是同一水平。他更是吸取教训，在私下研究了徐岩的战术打法。这次他并不打算和徐岩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冲突，所以也是用拉扯的方式不断后撤，想要这样来摸清楚徐岩的打法。184センチという長身です。そうですね。体験だったり軽量で並んだ時にはそんなに差は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リングで見るとやっぱこのリーチ差、足の長さ目立ちますね。そう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24歳周囲炎、27歳の山本優也。10代の頃から神童と呼ばれて活躍してきましたけれども、もうここのところ大激戦ばかり。激しいファイト。今回この相手にどんな戦略をぶつけてくるかですよね。優也選手はその激しい、これが当たりました。大丈夫だという優也なんですが、さらにワンツー、打ち合いは周囲炎か。この攻撃パワフルですね。ストレート。虽说眼前的这位日本选手已经在日本格斗界算得上是顶级选手了，但他在徐岩面前貌似还是差点火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全程都在后撤。如果说是想用这种拉扯方式来摸清楚徐岩的战术，那么在徐岩每次出击的时候，他却不做任何反击。从这一点足以证明，其实他是害怕被徐岩直接给 KO 终结。可能前2场比赛也是让他内心感到恐惧，从而这场比赛他的表现也是十分猥琐。足の長さも、今の前蹴りもそうですが、嫌な相手。過去にこういうサウスポーで戦った試合をあまり見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これはちょっと予想外でしょうね、優也選手にとっても。で、また今戻しました。さらにサウスポーに、左ミドルキック。ストレートパンチの強さはもう分かりました。そしてミドルキックもある。またオーソドックスに戻します。さらに左。左右の拳が強い。如果选手持续的后退，也让台下观众开始感到疑惑，甚至都有人开始唏嘘。见状，日本选手也是赶紧上前装模作样的和徐岩在内围换了2拳。不过也正是这一举动，彻底激起了徐岩争强好斗的内心。随即徐岩也是拎起重拳，瞄准对手的脑袋，一顿重拳猛砸，逼得日本选手慌忙后撤。不过很快他就被逼在擂台角落，无处可逃。但他可是磨砂豆的大徒弟，虽然说在进攻方面不及徐岩，但是在防守方面可是要比其他选手强很多。大丈夫か山本優也、左のリードジャブを返します。周燕が静かな中にまたサウスポーにスイッチしての左ミドルですね。ここぞというところはさまざまな引き出しを開けて一発二発では終わらない。ここはどうだ。これはダウンではありません。大丈夫です。右の蹴りで反撃という優也。接近戦にもなる。蹴りと蹴り。左ローは周燕。ここで第1ラウンド終了です。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两人经过上回合的试探之后，徐岩也知道对手并不是什么具有威胁的选手，也算得上是一个半斤八两的2愣子，所以徐岩在这回合也是加强了攻势，决定不再给对手留任何面子，直接发起主动出击，想要直接在这回合将比赛给 KO 终结。
而且从徐衍的出招动作来看，只要他出手，完全有能力压制着嚣张的日本选手。大きく揺さぶりをかける優也。左の足で、そして、ロンプする。左フックは優也。しかし左フックを返した周囲。顔面を打ち抜いた。右でつなげて、さらにストレート。ボディ打ち、アッパー。左ストレート、右ストレート。どんどん寄って崩れた。優也がダウン。いやー、先にパンチで前に行ったのは、ゆうや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逆に、ニエとカウンターの左フックが流れを変えましたね。一撃の強打に、そして鶴瓶打ち、はい。ボディ、顔面。いや、このまま行ってやれという風に見える周囲。ゆうや、回れるか動けるか前のめりこれもダウンですうわちょっとさらに危険な状態に陥りましたそうですね。かなり足元がおぼつかない状態なので。今、大丈夫だと笑顔も見せたゆうやなんですが、首相撲からの膝。圧力を返そうとする。このゆうやの気持ちの强さ、打ち砕いてやると徐彦。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徐衍也成功的用 KO 的方式教着日本选手做人。一晚的时间，徐衍直接将3位日本顶级选手全部 KO， 他的实力也被大家看在眼里。最后，让我们恭喜徐衍成功取胜，成为了日本踢拳界的噩梦。那么你认为他的表现怎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不见不散。